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文国，欢迎收看《天兵公园角色感情史》第2集。还没有看过第1部的，也赶快去看哦。之前我们有提到，洛基拥有青春永驻的能力，但是这个能力是和大头宝宝们签下合约换来的。洛基必须在每年生日时，独自一人跑到树林里面跳神灵舞，否则合约就会失效，洛基也会因此老到化成灰。再来就是每157年必须跟邪恶版大头宝宝克罗罗进行一次决斗，这样听起来好像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，为什么洛基却甘之如饴呢？真正的原因要追溯到洛基的学生时期，还年轻尚未改名的洛里和鸟哥阿天一样，也是屁孩的，而且血气方刚，很爱打架，已经是被记忆2只大过的程度，只要再有任何违反校规的举动，马上就会被退学。但对于年少轻狂的洛里来说，被退学才不算什么嘞。就算是校园恶霸克罗罗，只要敢欺负我洛里的朋友，我也照扁不误。原本天不怕地不怕的洛里是这么想的，没错。直到他遇见了那位女孩。因为是转学生，洛里除了老盖和大头宝宝之外，谁都不认识。这让洛里在陌生的环境里难免有些尴尬，尤其是吃饭时间。看着人来人往的餐厅，洛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坐哪里才好。这时候有个女生主动邀请洛里和她一起坐。女孩自我介绍说她叫九令，相较于其他人的冷漠，九令的主动招呼显得特别有热情。两人才刚聊不久，大头宝宝们就凑了过来，说他们研发了新的装备，好让洛里可以在跟克罗罗的决斗中占上风。结果九令一听到洛里要去打架，就不开心的离开了，因为他说他不喜欢打架男。为了维护两人的关系嘛，洛里只好向九令保证自己不会再打架了。这下好了，天不怕地不怕的洛里现在被绑住了双手，面对克罗罗的挑衅和霸凌其他同学的行为，洛里当然很生气，但是在九令面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只要跟克罗罗单挑的时候不要被九令看到就好了。于是洛里还是答应了跟克罗罗的决斗，时间和地点只由大头宝宝们安排。洛里唯一的条件就只有不要和九令约会的时间冲突到就好。到了舞会当天，两人在跳舞时，背景放了一首有很多观众提到的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，是 Alphaville 在1984年发行的 Forever Young。我觉得这是一首美丽却悲伤的歌曲，歌词再一次提醒人们要享受当下，因为很有可能看不到未来了，我们随时都会死啊。当时正值冷战的高峰，北约在前一年的大规模军事演习，搞得所有人都很恐慌。晚上抬头仰望天空时，看到的可能不是星星，而是落下的核弹。洛里当然想把时间停在和九令约会的这一刻，但是克罗罗可不想啊。等到不耐烦的克罗罗直接杀了进来，要找洛里单挑，把舞会现场砸得乱七八糟的。九令在生死关头推了洛里一把，免得被克罗罗的流星锤砸中，自己却被掉下来的天花板砸到。悲愤交加的洛里靠着正义大金拳成功击退克罗罗，但是九令没能活下来。过了好几年，大头宝宝们预言到157年后，克罗罗又会再回来作乱，他们需要洛里的战力才能与之抗衡，因此询问洛里是否愿意变成长生不老，等待克罗罗再次到来并击败他。洛里回答愿意。大头宝宝们也提醒洛里说，长生不老是很痛苦的哦，会看着心爱的人一个一个的离开。洛里只回答了一句：“我已经失去最爱的人了。”得到长生不老后的洛里也把名字改成了洛基，原因是因为九令和洛里约会时总是很开心，走路的时候都蹦蹦跳跳的，因此洛里也发誓这辈子每天都要跳着走路，才不会忘记和九令共有的美好时光。这里的话看英文版的名字会比较清楚一点，英文版的洛里名字叫做 Walks， 改名之后变成了 Skips。但其实洛基有试着去交新的女朋友，因为有一集洛基想要约其他人打麻将，但是非常的不巧的，其他人都各自有约了。回到车库后的洛基脸上写满了孤单，他觉得自己当了太久的剩男，生活变得很空虚，是时候该去认识新的女生了。在鸟哥和阿天的帮忙下，洛基赢得了感情配对节目的第1名，成功获得和嘉宾去哥斯达黎加免费度假的机会。只不过度假回来之后，洛基觉得对方有点公主病，就甩了那个女生，最后还是恢复了单身。另外，洛基其实还是会用跑的，像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，洛基就会变回正常的移动方式，蛮好笑的。广告时间，现在就到 Flixit 用更优惠的价格享受月租服务吧，团结力量大。Flixit 透过和其他用户共同分担订阅费用的方式，帮你节省每个月的支出。结账时使用主播的折扣码 JUNIOR， 可以再享95折优惠。有在考虑订阅 HBO 的，赶快去使用吧，顺便支持一下主播。讲到老板是不是都给人一种不苟言笑、很有距离感的印象呢？我第一次看到班森的时候也是这么觉得的。班森身为公园的老板，自律、负责任、偏执，几乎是他的代名词。不过随着我们对班森的逐渐认识，可以慢慢发现到他还有另外一个很有魅力的人格特质——闷骚。第一个说不行的永远都是他，但是如果场子热起来，玩得最嗨的也是他。这种工作上的认真和私下娱乐时截然不同的样子，也许就是班森可以吸引这么多女生的原因。没错，班森是交过很多的女朋友的。还记得之前提到的伦美吗？在经过灌辣椒比赛后，又过了一阵子，班森才终于鼓起勇气约她出来 party， 而伦美也没有拒绝，所以班森在 party 上玩得特别开心。不过这也是伦美最后一次出现，动画中没有明确交代两人的关系，但班森和伦美应该是交往过，后面才分手的。因为根据班森所说，他是米国失恋城的常客，那是一个属于被甩男人的高级避难所。每次被甩时，班森都会去那里放纵自我，好让自己忘记讨厌的前女友们。小心干出水，小茉莉出水。
研究他北鼻出水，轮美出水，哇哦，依纯又是水。在班森的一众前女友名单里，就有出现伦美的名字。跟伦美分手后的班森单身了蛮长一段时间的，一直到有一天，公园被一块神秘的玻璃圆顶盖住。不止这样，跟着圆顶一起出现的还有一批很可疑的科学家，弄得大家紧张兮兮的。某天，班森在盘点的过程中，不小心撞上了其中一名女科学家，两人手上的档案夹同时掉在了地上。被班森捡起来之后，比起上面的最高机密资料，班森更在意的是对方的资料夹居然和自己一模一样。想着两人也算有缘嘛，班森就跟他聊了起来。过程中得知对方也和自己一样很喜欢吃鸡翅，加上他抱怨说在实验室的伙食很难吃，于是班森就有了买炸鸡送去实验室给他的念头。两人聊得正起劲时，女科学家 Uncle 临走前，他告诉班森他叫做潘潘。这下子班森彻底晕船了，二话不说跑去鸡翅网买鸡翅，接着想办法溜进实验室。经过一番折腾后，班森和潘潘顺利的在实验室里面开了小小的鸡翅野餐趴，弄得整个实验室脏兮兮的。背景放的这首歌是 The Cure 的 Friday I'm in Love， 是一首很轻快的连接了周末与爱情的歌。The Cure 这个乐团很特别，歌曲不是很快乐，就是很诡异。之后有机会再来介绍他们。两人的约会因为圆顶博士的出现被迫打断。班森在被赶出实验室之后就苦着一张脸，因为他担心好不容易擦出来的火花会因为这样就熄灭了。没想到潘潘竟然主动追了出来，潘潘也答应班森说，等他研究结束之后，两个人在一起约会。确认两人关系后的班森开心到一直傻笑，这一幕也被在旁边吃瓜的鸟哥和阿田看在眼里。进入太空篇章后不久，班森就在一次跟潘潘的通话中被甩了，因为潘潘觉得班森离开地球太久了，两人之间已经没有了火花，还拿出数据告诉班森说，远距离恋爱下的感情是没有结果的，只能说还好太空有鸡翅可以吃啊，就是不知道米国实验城可不可以从太空出发就是了。鸟哥和阿天试着帮助班森走出来，瞎掰出了吃薯条可以治疗情伤这种鬼话。班森也没想那么多，反正不可能再更惨了吧。穿上太空装就飘向了离太空站最近的一间薯条店。正当班森觉得自己的心情好像好多了的时候，他就被车子撞到了。从昏迷醒来后的班森看到了一块会飞的石头，他就是这间薯条店的老板西西。班森说他是来买薯条的，但是西西说哇，薯条刚好卖完了呢。看着班森自怨自艾的样子，西西就主动问他说，还是跟他一起去补货，说不定会让班森心情好一点。于是班森就和西西一起出发前往了马铃薯星。结果马铃薯包到一半，两人就遭到马铃薯营的攻击。今天一整天都过得不是很好的班森，终于找到了泄愤的对象，一个人就拿着铲子把所有的马铃薯营干掉了，救了西西。解决马铃薯营之后，两个人继续去其他星球寻找制作薯条的原料。看着班森专心的样子，加上刚刚的救命之恩，西西爱上了面前这个帅气又认真的男人。西西以为班森也对他有好感，刚好天时地利人和，就准备和班森啾咪。没想到班森不但没有接，还反问西西说这是怎样。发现是自己一个人一厢情愿的西西觉得很丢脸，就独自一个人跑进外太空。班森费了一番功夫才追上西西，并坦诚的跟西西说啊，西西你很可爱啊，我不是讨厌你啊，只是因为早上他才刚被甩而已。班森想要花一点时间调试一下，这样子才不会伤害到其他人的感情。西西也理解班森的意思，两个人最后变成了好朋友。班森也如愿以偿吃到心心念念的薯条。一切都结束后，回到地球的班森最后和潘潘复合了。两人也是所有人里面除了洛基唯一一组没有小孩的，但是两个人养了好几只猫，还有当初领养的那只猪头皮。这一集到这边就结束啦，接下来就剩下最精彩的阿天和鸟哥的感情了。还没有订阅主播的可以按个订阅哦，也欢迎分享影片给你身边的朋友们。我是文国，拜啦。